这3个年轻人要越狱，趁守卫不注意，他们剪断铁丝，一股脑冲了出去，前方就是自由。然而下一秒，很快，这3个年轻人的尸体就被抬了回来。纳粹军官警告剩下的犯人们 ：“There's no escape from Sobibor. There's only death for those insane enough to try.” 然而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不久后这里将发生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越狱行动。600人越狱，300人成功。究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听我说下去。这个地方叫做索比堡灭绝营，和集中营不同的是，这里打着劳改营的幌子，实际上是一个大型屠宰场。每天都有火车拉来一箱一箱的犹太人，他们从车窗里伸出双手祈求着，而纳粹军官则会放着欢快的音乐来迎接他们，让他们误以为这里是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处。但其实他们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了，除了少数几个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之外，其余的人都要被带去洗澡。临走前，这群即将被带去洗澡的犹太人还开心地朝亲人挥手告别，完全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。这个鞋匠的老婆孩子就被带去洗澡了。一连过了好几天都没有任何消息，于是他便找到了在这里待了很久的里昂，向他打听情况。里昂挠挠头，和同伴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拉住鞋匠的衣服稳住他。 This is a death camp. Every day a train comes. All the people.Everyone who goes to the showers is dead. Men, women, children, everyone. The fire is their funeral. Oh God! 原来那里就是神秘的第3营，除了纳粹军官，其他人没有批准，一律不准入内。这天，一个小男孩受命去第3营拿东西。他来到一条小路，一路上鸟语花香，头上是蓝天白云，美得好像是天堂一样。走到尽头就是第3营。小男孩走进去，却看到了真实的人间地狱。只见一大群脱光衣服的男女老少排着长队等待沐浴。走进淋浴室，里面传来阵阵惨叫与哭喊，烟囱里冒出来的烟都是红色的。小男孩吓坏了，拿回东西后，他哭着跑回工作间，把看到的一切告诉哥哥。他知道他们的家人也死了。哥哥知道真相后，怒气冲冲地来到休息室，看到大家还在寻欢作乐，大骂他们是叛徒。这时，里昂一把将他按到墙上，告诉他，在这里的每个人都一样，他们都心怀痛苦，想要报仇，为纳粹工作，是为了能活下来，而活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报仇。但不是每个人都像里昂一样懂得隐忍。这天，又有10几个囚犯越狱失败被抓。这次，纳粹没有立马杀死他们，而是将这13个囚犯带到广场上，让他们每个人在剩下的人群里挑一个陪葬。如果不挑，那就杀死50个人，选择死26个还是50个。所有人都面色凝重，然后第1个人走了出来。每个人都要挑一个陪葬，第1个人走了出来，他挑了自己的儿子，然后第2个、第3个，直到第13个，每一个人都选了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，没有一个人反抗。他们手拉着手，头靠着头。临行前，一个囚犯突然高呼，随后便应声倒下。看到这残忍的一幕，有的囚犯不禁害怕地颤抖起来。而这件事也让里昂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越狱计划。一直以来，他们策划的都是少数人逃跑，但现在看来，无论他们是否成功，都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。于是，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全营600人一起越狱。但是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人越狱都很难了，怎么带600个人一起出去？可是，他们别无选择。有人提议说挖地道。里昂说，且不说挖出来的土怎么处理，就算真的挖通了地道，假设从午夜开始逃跑，600人每个人1分钟也要10个小时。正当里昂和朋友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群苏联犹太战俘被送到了这里，这可是天赐良机。里昂立刻结识了战俘首领大壮，他们一个是熟悉这里地理环境的老囚徒，一个是懂得排兵布阵的新将领。2个人一拍即合，决定合作。为了掩人耳目，里昂还为大壮安排了一个女朋友。从此之后，每天晚上，大壮都以约会为借口来与里昂见面。在听里昂说明了情况之后，大壮提出了一个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计划。600 prisoners. Walk out the main gate. 然后他们做了周密的安排，打算在某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，600人一起从大门跑出去。等跑进旁边的森林，天差不多黑了，他们就安全了。很快，计划开始了。首先买通一个可靠的差拨，帮他们传递消息，同时自制了很多刀具，又偷了纳粹的一些枪支。
这天，灭绝营的几个纳粹主管有事需要外出3天。里昂和大壮觉得时机到了，夜里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决定明天就行动。可是到了第2天，却突然来了一批不速之客。看着新增的2车党卫军，里昂只好取消了当天的计划。夜晚，那群外来的党卫军终于走了。事不宜迟，明天必须行动。第2天，复仇开始了。首先，必须在下午点名前逐个干掉那几个纳粹军官。他们把军官们单独叫到裁缝铺或鞋铺。这个军官来到裁缝铺要一件羊绒衫，几个躲在暗处的犹太人直接冲出来将他杀死了。又有一个军官来试皮衣，老裁缝为他穿上衣服，然后趁机抓住他。随后，里昂便冲出来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另一边，2名纳粹士兵一前一后来到鞋铺拿鞋子，杀死1个之后，鞋匠也不再惧怕。My wife. My child. 然后拿起斧头冲了上去。他们压抑了太久，如今报仇的机会来了。这个伙夫曾经因为打饭不够快，总是被一个胖军官殴打。现在那个胖军官就站在他的面前，于是伙夫拿起一把刀子，在胖军官再一次对他进行言语侮辱的时候，直接将刀刺进了他的肚子。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一个军官没有按照计划走进工坊，迫不得已，里昂只好紧急派人潜入办公室里将他暗杀。越狱继续推进。集合前，他们剪断了电话线，破坏了电报机，让纳粹们无法及时沟通。其他所有囚犯都像往常一样来到广场集合。看到纳粹军官们迟迟没有出现，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不由得喜极而泣。人群开始骚动起来。原本他们计划在点名的时候用缴获的枪干掉门卫，冲出大门，但没想到那个在办公室的军官尸体被提前发现了。大壮和里昂听到枪声，立马反应过来，他们暴露了。事已至此，只能放手一搏。里昂站在台上大吼 Bear witness! Let the world know what has happened here! God is with you! Now let nothing stop you! 话音刚落，所有人像疯了一般四处逃窜，只有几个人仍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里昂着急地冲上去想把他们拉走，但他们已经死了。人群向大门涌去，他们有的用斧头，有的用剪刀，甚至还有的徒手拉扯着铁丝。尽管双手被划得满是伤痕，他们也不放弃任何生的希望。终于，铁丝断了，所有人欢呼着往外冲。前方是自由，脚下是地雷，背后是子弹。这一刻，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，每一个人都不顾一切地往前奔跑。最终，这场600人的集体越狱行动，超过300人获得了自由，这在整个2战中空前绝后。现在，在那片森林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，用以纪念这些勇士，希望后世的每一个人都能牢记他们的誓言，让悲剧不再重演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最后，感谢头条娱乐给咱们2020年度鲤鱼君的荣誉，2021一起加油呀！